带他回到家，希儿，快来，你的新衣服做好了，赶紧把衣服换上。文熙见林慧也换上了新衣服，穿的气色都好了，模样都更娇俏了一些。好，瞧瞧瞧瞧，咱们希儿换上新衣服真漂亮。娘穿的粉色也好看。屋内其乐融融，文熙便将自己准备买宅基地的事情同长辈讲了。他不打算将这个房子翻新，而是准备直接买一份宅基地。大牛村的村围有很多的空地，由于土地太过贫瘠，颗粒无收，所以一直空着，大概有400多米的样子。文熙打算全部买下来，一来可以盖房子，二来可以围起来养牲畜种庄稼，这样自己家以后的饮食就有了保障。土地贫瘠有什么关系？有灵泉水的改造，还担心长不出好作物？希儿，你打算买多大的宅基地啊？前几日得空，孙女儿去村委转了一圈，也问过里长，那里有400亩空地，我打算全部买下来。什么？文大年还没喝下去的水就卡在喉咙里，呛得咳嗽不止。孩子，你可知道400亩再加上盖新房要多少银子呀？400亩荒地最少要200两，再加上盖房，加在一起呀，得400两了。丫头，咱们哪有那么多银子呀？林慧去柜子里将这些日子的积蓄都拿出来，才6两银子，其中还包括了文熙给的5两，苦笑道：希儿，咱家就这点银子，你说的买地根本行不通。爹娘，你们莫不是忘了前几日女儿去镇上卖人参的事？人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文大年和刘氏不知道人参的事情。文熙拿出一张面值500两的银票，这是卖人参的钱，足够咱们一家买宅基地了。文家人穷了半辈子，哪见过银票，还是500两的。傻子，人参能卖这个价格哟？百草堂的掌柜说，那人参有50多年的，所以价值特别高。日后孙女儿再去山上转转，也许还能找到呢。希儿真是咱家的福星啊！老头子，你说是不是？文大年点点头。好了，关于买宅基地的事儿，就交给希儿办吧。银子是希儿赚的，便都听她的吧。谢谢祖父。文熙决定明天就去找里长商议买地的事儿，早一天定下来就能早点住进去。第二天一早，文熙提着几斤猪肉去了里长家。里长爷爷。哎呦，这不是文家丫头吗？有什么事儿啊？里长爷爷，前些日子我跟您打听到的那400亩荒地，我准备买下来。啥？丫头，你可知道那400亩荒地可要240两银子呀？文家在村里不说最穷也差不多了，这是捡了金子不成？我晓得，买得起。我祖父让我来看看您，顺便把地买了。里长的媳妇儿从屋里走出来，见文熙拿着这么大的一块猪肉，赶忙说道：这猪肉得多少文呐？文家丫头，你快些拿回去。张奶奶，您就收下吧。这收下吧，文丫头的心意。真巧，我今日得空，你随我去镇上将地的事情办了吧。哎，谢谢里长爷爷。见事情办得如此顺利，文熙发自内心的高兴。文大年等人一直在家等着文熙的消息，就连今日做工都没心思去了。老头子，你说希儿怎么还不回来呀？刘氏从文熙出门就开始念叨，这会儿功夫说了不下10回，文大年被他弄得心烦不已，但是也能理解自家老婆子焦急的心情。须是老张头忙。就在这时，里长和文熙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地契文书。来了来了，老头子。文老头儿，你真是有福气啊！写上名字，盖手印，我跟你孙女一会儿就去镇上衙门公证了。
文大年被说得一头雾水。啊？怎的还需要我的名字？你这老头子真是养了个好孙女。他说这个宅基地写你的名字。里长羡慕地说。啥？写我的名字？祖父，这宅子原本就是想买给您和祖母的，我们只算是借住。文熙知道文大年并没有打算跟他们一起搬去新宅子。按理说文康已经有2个孩子了，早就应该搬出去单住，但是文家太穷，根本不可能拿出银子给他盖房子。如今有了新宅子，文大年就想让他们一家搬出去，他和刘氏依然住在这个老房子里。没想到文熙竟将新宅子写成了他的名字。知道孙女儿的孝心，文大年也不矫情，签字画押，将文书交给里长。孩子，你的心意祖父记下了。拿着文书去镇上的府衙公证之后，那片地就真正的到手了。看着印好公章的地契，文熙心满意足地说：啊，终于好了。百草堂内，你说雪狼带走了他？莫玉眼听着手下来报，手中的水杯瞬间化成齑粉，怒声道：你是做什么吃的？王爷息怒，准确说是文姑娘带走了雪狼。他跪在地上，胆战心惊地说：那雪狼见到文姑娘之初，确有攻击的意图，只是不消片刻，便顺从的像犬一般。他原本想说是文姑娘拐走了雪狼，但是又觉得拐这个字不太好，这之中经历了什么他也没想明白。难不成这文姑娘有什么特质极受雪狼的喜爱？莫玉眼眉头紧锁，深邃的眼眸似凝结成冰。然后呢？什么？然后？什么然后？然后我就没追上啊！暗卫听出自家主子在极力地压抑着怒火，小声地说：然后属下没追上那雪狼。废物！王爷恕罪，属下这就去找。莫玉言也不知自己是怎么了，听到文熙遇险的消息竟会如此的心急。他看向底下跪着的暗卫，那人察觉到他的目光，忍不住哆嗦了一下。完了，看来今天要交代在这儿了。这时楼下传来王掌柜的声音：文姑娘，您来了。一句话，风消雨歇，暗卫只觉得压在自己身上的千斤重担瞬间消失了，房间里的气温也渐渐的回升。莫玉眼后背轻靠在椅背上，他没事。王掌柜，这是今日的药丸。王掌柜终于有些安慰了，这个小祖宗知道用盒子装药丸了。好，今日的量果然增加了。看着这些药丸，王掌柜笑得见牙不见眼。王掌柜，有点事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好说。只要药丸到手，什么都好商量。今日我们家要盖新房，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每天都来镇上送药丸，所以你可不可以派人去大牛村取啊？没问题，只要保证药丸的供应就行了。王掌柜只怕他忙得没空做药丸。文姑娘，昨日李员外的儿子怎么样了？已经无碍，李员外家估计要长期在您这里购买滋补药丸了。我昨日帮您拉了一笔生意。如此，老朽先行谢过了。李家公子的毒，他从主子身边的暗卫那里问过了，闻所未闻，他更无法可解。文熙小小的年纪，竟只用了一会儿便治好了，这等高深的医术，真的让他望其项背。送文熙出了百草堂，王掌柜便来到了莫玉眼的房间。主子，文姑娘走了。你看她可有受伤？并未。好端端的，文姑娘怎么会受伤呢？本王不日即将回京，文家的事情你留在心。是文家还是文姑娘？话到嘴边，王掌柜又咽了回去。管他是谁呢，他都留着心就对了。真没想到这文姑娘竟能入了王爷的眼，不知王爷是想让她为自己效力，还是看上人家了？思及此，王掌柜的后背都浸湿了。若是王爷看上人家了，那文姑娘以后就是战王府的当家主母。哎呀，不知我平日里是否有所怠慢呐？莫玉眼走至窗边，
看见那背着竹篓蹦蹦跳跳的身影，嘴角竟带上了连自己都没发觉的笑意。出了百草堂，文熙直奔福来布庄，还没进入布庄，就听见里面熙熙攘攘的好不热闹。哎呦，我说赵掌柜，你这布匹为何不卖嘛？就是我这银子都带好了，今日我若不能将布匹带回去，我家小姐怕是要生气了。赵掌柜，原来是赵掌柜的夫人，今日穿着用新布料做的衣裙参加了一个茶会，里面的夫人小姐都被她所穿的衣服上的花样惊艳了，纷纷来布庄买料子。于是乎就出现了眼前的情景，赵福来忙得浑身是汗，不知如何是好。各位夫人小姐，料子还没定好价格，而且这布料我们是实行会员制的，只有会员顾客才可以购买。这会员二字直接让众人不明所以。什么是会员？怎么成为会员啊？于是赵福来便将那日文熙讲与他的话重复给众人听。就是说只要我成为会员，就可以免费得到1匹。是的，充值150两的话可以带走3匹，日后的消费还可以打7折。好，我抽。一个夫人直接将150两的银票放在柜台上。还有我充个50两的，就要今日赵夫人穿的那件料子。我也是。来到店里的人纷纷开始往外掏银子，赵福来哪见过这个阵仗，赶忙叫人维持秩序。不消一会儿，排队的顾客已经到了门外。反观对面千禧布庄门可罗雀，里面的掌柜止不住的探头往对面看。你去看看那个破布庄在搞什么呢？还白送了不成？从早上开始，他们的布庄就没进过客人，这种现象可从未有过。掌柜的，我打听过了，说是他们出了新的花样，还实行了一个什么会员制，咱们镇上有头有脸的人家好多都在那里压了钱。新的花样还会员？这福来布庄的大师傅都被我挖走了，还哪来的新花样？不过他们家如今这么火爆，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了不得的花样，竟这般吸引人。去，把新的花样都买回来，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么惊为天人。买不到啊，掌柜的，他们家这新的花样只对会员顾客出售，想成为会员就要押钱再来副布庄。什么？他这是什么鬼模式？而且好多咱们布庄的老顾客都在那里充了银子，咱们布庄恐怕要损失不少的客户了。千禧布庄的掌柜脸色阴沉地盯着对面的布庄，一定要想办法，不然先前的福来布庄就是他日后的下场。不同于千禧布庄的愁云惨淡，福来布庄可谓是热火朝天，仅半个时辰不到就收了几千两的银子，而后面的长队依然在排着。文姑娘，实在抱歉，刚刚没看见你。他擦擦头上的汗，笑着说：多亏了您的法子，您瞧，我们的布庄活了。文熙点点头，又递给了他几个花样，最下面附着如何让布料更加鲜艳且不褪色的办法。文姑娘竟这般信任在下。像这种法子都是不传的秘密，甚至可以祖辈流传的，没想到文熙竟这般随意地送给他。这种法子不算什么，等以后做大做强，我还有更好的东西。现代织染的手段太多了，包括各种布料的制作方式。赵福来不禁再一次对文熙刮目相看，他绝对不相信文熙村姑的身份，就凭这些本事都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文熙就出发去后山，他是去看看那雪狼王和他的幼崽还在不在。上山的速度越来越快，许是灵泉水的滋养，他觉得自己的身体筋骨越来越强健，假以时日便可修习上一世的鼓舞。虽然比不上这里的内力，但是鼓舞的攻击力也是极强的，自保是没有问题。不一会儿就来到了那个山洞，距离洞口几十米远，就见一道银白的影子朝自己袭来。不好！文熙快速地闪至一边，还没站稳，那道影子再次攻击过来。就在他想躲进空间时，只听见洞口处传来一声焦急的狼嚎声，那道身影陡然停止了攻击。闻声望去，洞口处站着昨日救下的雪狼王，再向那道影子看去，竟然也是一只雪狼王，只是他的身形更加高大，眼神中锐利的光芒也更甚。想必这是昨日那只雪狼王的丈夫。公雪狼王踱步到了洞口，
只见那只母雪狼王正在他的头边蹭了蹭，好像诉说着什么。不一会儿，公雪狼王看向文熙的眼神不再有攻击性，反倒是带着些感激。文熙顿时有些懵，这里的动物这么有灵性，我来看看你们的孩子，顺便给你们送点水。文熙将盆里的灵泉水注满，两只雪狼王被灵泉水的香味吸引，都跑去喝水。文熙刚刚将雪狼王的幼崽抱起来，竟发觉体内的空间似是轻微的震动了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发觉空间里的灵气竟缓缓地朝雪狼王幼崽输送过去。那只幼崽似是有所感应，竟朝文熙的手心拱了拱，刚刚还蜷缩的身体慢慢地舒展开来，毛发也肉眼可见的变亮。文熙被这一场景惊呆了。这时刚刚还在喝水的雪狼王夫妻也来到他的身边，用大头蹭了蹭文熙的手臂，眼中竟流露出忠犬一般的讨好。你们是想让我给你们渡灵力，这是真的。他将双手分别放在两只雪狼王的头上，用意念操控空间的灵力，竟然真的将灵力缓缓地注入他们的体内。最让他惊诧的是，昨日母雪狼王腹部的伤口竟然肉眼可见的在愈合。这是不是空间的又一个惊喜？这就意味着我可以通过灵力给受伤的人治疗。这一发现让他十分的惊喜。不过输了一会儿灵力，他便发觉自己的身体有点虚弱，十分的困倦，喝了一口灵泉水也无济于事，依然感觉恹恹的。想必这便是使用空间灵力的后遗症。我要回去了，你们自己找点吃的。他刚要转身离开，就见那只母雪狼王轻轻地叼住他的衣襟。我得回家呀，不能一直陪你们。但是母雪狼王依旧不让他离开，一旁的公雪狼王也没有阻止。文熙想了想，你想跟我走？母雪狼王听闻，这才松开了他的衣服。文熙想了想，自己一开始就是想，若是能收服雪狼王，以后安全上也算是有了保障。现在又多了一只战斗力更强悍的，他自然乐得全部带走。跟着我可以，只是你们要待在我的空间里，不能随便出去，所以没有你们以前那么自由。但是那里有你们刚刚很喜欢的灵气。文熙也不知道自己说这么长的一段话，他们能不能听得懂。只见两只雪狼王对视片刻，便叼起了自己的孩子，坚定地走向他。文熙笑了笑，一招手，一人三狼便消失在山洞中。等他下山，刚刚走到村口，远远的便看到了百草堂前来拿药丸的伙计。他赶紧将空间里的药丸放进背篓。文姑娘，好巧啊。是啊。文熙笑着点点头。正巧药丸在我背篓里，你就直接拿走吧。以后每天我都把药丸送到村口，你天亮就来拿吧。伙计一听，赶紧点头说好。王掌柜巴不得天还没亮就把药丸拿回去呢。等文熙回到家，祖父，我过几日便去镇子上请工匠师傅了。今天里长爷爷就会帮咱们召集村子里的乡亲们了。咱们一定要趁着农忙之前把房子盖好，不然农忙之后万一有了寒潮，我们就被动了。文大年点点头。早饭后，里长来到文家，同文大年商议招工的事儿。文老头儿，这次你准备招多少工人？咱们村现在闲着的不少呢。文丫头说想多招点人，我这不来问你的意见了。这些事儿啊，希儿做主就行了。里长诧异了一下，文家是什么情况，旁人不知，但他可是晓得的。文康这一辈子都听父母的话，家里一直都是文大年说了算，毕竟以前读过一些书，自然最有发言权。只是没想到如今这么大的事儿，竟是文熙说了算。里长爷爷，咱们村子有多少能来干活的都可以来，但是要先说好，偷奸耍滑的、品行不端的不要，只要肯卖力，工钱上只多不少。里长不由得多看了文熙一眼，只见眼前的小姑娘眉眼间流露出的淡定从容，竟是他从未见过的。很难想象10岁出头的小姑娘会有这般的魄力和风姿。里长爷爷，咱们这里做工的工钱都是怎么算的？盖房子的话，每人每天20文，不必管饭。若是管中饭的话，就是15文。文熙想了一下，说道：只要能勤勤恳恳的做活的，每人每天20文，管一顿中饭。是。
这样的话，你们一直到盖完房子，可能要多花不少银子呢。没关系，之前我们家穷苦，得了乡亲们不少帮助，这次也算是还了人情。再说，只有吃的好了，大家才有力气干活啊。里长再次刷新对文熙的认知，这话怎么听都不像是从一个10岁出头的女娃娃嘴里说出来的。若这真的是文熙自己想的，他只能说文家养了一个好女娃娃呀。敲定好工人的事情，接下来就要找镇上的工匠们。盖这个房子，他自然想用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即便古代没有现代的那般高超的科技，但是一些先进的设计巧思是可以实现的。况且古代能工巧匠设计出来的东西甚至远超后人，只是这镇子上他能想得到的人脉也就是百草堂和福来布庄，不过论人脉应该是王掌柜多一些。打定主意，文熙就开始绘制图纸。几天后，文熙便拿着图纸来到百草堂。嘿嘿，文姑娘。王掌柜，几日不见，气色愈发好了。哈哈，这还多亏了您的药丸啊。说起药丸，王掌柜是发自内心的佩服文熙。他作为医师，自然是晓得这药丸的价值，即便是有名家可以配制出这样的药丸，也都是极具盛名的大夫，而他这小小年纪竟有这样的能力，不论文熙是否是主子看上的人，他都不敢小觑。若主子真的看上他了，那他就更要恭敬了。文姑娘，今日来有何事？实不相瞒，确实有事情要麻烦您。我家盖房子，想请这方面的巧手，不知道您有没有推荐？王掌柜一听，有啊，他主子府上这样的能工巧匠多的是，这给自家主子赚表现的机会，岂能错过？若是此事，那就包在老夫身上了。反正主子说了，要看看文家有什么事儿要帮忙。那就多谢您了。解决了这件事儿，文熙心里别提多舒畅了。想到盖房子需要不少钱，便将提前准备好的人参拿了出来。王掌柜见他拿出一个盒子，内心微微的掀起波动。这位小祖宗肯定又带了什么了不得的好东西。打开发现竟是一株人参，而且品相比上次的还好，已经可以看出人形了，年份怎么都靠近100年了。靠近便能闻到极其浓郁的药香。若说50年的人参可遇不可求，那么100年人参就是有价无市了。这位祖宗都是在哪里找到的？下次可不可以带上我呀？王掌柜，这人参您收吗？文姑娘，这2次的人参你都在哪里找到的？就是我家后山上。文熙也不算是说谎，毕竟第一株人参确实是在那里找到的。这么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出人参？王掌柜，这株人参您收吗？收。这么好品相的人参，就算是去京城都找不到，那都是医药世家祖祖辈辈传承的东西。没想到这文姑娘说拿就拿出来，还毫不犹豫地卖掉。这株人参，老朽也不知道应该出什么样的价格，毕竟价值太高了，远不是50年的人参可以比的。他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老夫可以出5000两，若是拿去拍卖行的话，那就不知道能拍卖出多少钱了。拍卖行有点意思，有机会可以去转转，也许会有惊喜也说不定。好，那就5000两吧，要50张100两的银票。文熙也不墨迹，一株人参而已，他空间里多的是。王掌柜立即让伙计去账房拿钱，不消片刻，5000两银票就摆在文熙的面前。他淡定地拿起银票，随手塞进袖兜里，看得王掌柜眼皮一跳一跳的。5000两啊，不是5两。这文姑娘能不能给他基本的尊重？就那么塞袖兜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厕纸呢。实际上文熙是放进了空间里嘛。文姑娘，工匠明日就可以到了，您有什么要求跟他说就行。文熙想了想，将自己手绘的设计图递给他，说道：给他看看这个，看能不能实现。好的，放心吧。离开百草堂，文熙径直去了布庄。跟预想的一样，布庄门口排队的人更多了。反观对面的千禧布庄，可谓是门可罗雀。那千禧布庄的掌柜黑着脸，怒火中烧地盯着对面。你是说那福来布织造出来的布竟比我们这里的更加鲜艳？是啊，
而且布的品质更加上乘，价格却比咱们家便宜。现在咱们镇上的人都去来福布庄了，咱们都好几天没有开张了，一个顾客都没有。掌柜的眉头皱得更深，实在想不出那快要倒闭的福来布庄怎么会一夜之间起死回生，甚至远超自己的布庄，定是得了什么高人的指点。正想着，就见一个小姑娘走进布庄，原本忙得不可开交的赵福来竟亲自出来迎接。哎呦，文姑娘来了，快请快请。赵掌柜的生意看起来不错呀。嘿嘿嘿，托了您的福啊，若没有文姑娘的秘方，咱们这布庄早就黄了。两人说说笑笑地走进布庄，对面的那个伙计看着他的背影思索了半天，恍然道：掌柜的，我想起来了，自打刚刚那个姑娘去了来福布庄以后，这布庄就像得了什么秘方，一下子红火了起来。那日文熙穿得破破烂烂，如今却是大变样，鹅黄色的对襟裙子看起来虽不是大家小姐，却也应是家境殷实的，所以一时间他没有想起来。你是说福来布庄的配方是他提供的？很有可能。钱掌柜眯着眼睛，不知道在想着什么。文姑娘，现在咱们布庄的布还没到下午就都卖光了，工人们增加了1倍也不够卖的。赵福来满脸都是笑意，自从他有记忆以来，这布庄就没这么红火过。文熙点点头，这是新的花样，还有新的染色方法，同一块布可以织染出不同的颜色，每一块都有自己的特点。赵福来如获至宝，赶紧揣进怀里。我这就安排工人们学习，尽快织染出新的样式。别忘了我之前嘱咐的事情，每一道工序都要由不同的工人完成，而且在多种工序之间拿出2个程序，完全用自己的人。吸取之前的教训，不能让一个工人掌握全部的织染手法，不然他这布庄早晚都会被取代。是，您放心，中间最重要的2道程序只有在下的夫人和女儿会。赵福来自然知道文熙的意思，不禁感叹自己活了半辈子，竟没有一个小姑娘精明。文熙刚准备离开，就见对面的掌柜阴恻恻地盯着福来布庄的牌匾，心头一跳，一种没来由的寒意从脚心直冲天灵盖。赵掌柜，咱们布庄都是布匹棉花，天干物燥的，注意火烛，如今生意红火，保不齐有些宵小之辈使一些不入流的手段，找人盯着点儿。是。赵福来被他一说，也有些冒冷汗。如此，便告辞了。想着林慧连个簪子都没有，便抬脚朝首饰店走去。还没进门，只听里面传来一阵的争吵声：你们欺人太甚！只见一个穿着湖蓝色锦缎长裙的姑娘怒气冲冲地指着对面的粉衣女子说道：这明明是我先要的，你凭什么横插一脚？呵呵，是你先要买的，你付银子了吗？再说这是红宝石的头面，就你买得起吗？粉衣女子旁边的丫鬟也跟着嘲笑：别在这里碍眼了，我们家小姐看上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还不快滚！大胆！你们知道我们家小姐是谁吗？蓝衣女子旁边的丫鬟大声地说：狗东西，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你家小姐的身份，在这镇上就没有比本小姐更尊贵的人。文熙在门口看得真切，若是比谁的嗓门大，那肯定是粉衣女子赢了，但若是气质的话，这蓝衣女子可比她强上100倍，只是听着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倒是跟那天的男人有点相似。不过那个粉衣服的是不是眼瞎呀？没看到对面那位身上穿的料子吗？这姑娘穿的可是正儿八经的锦缎，锦缎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没有一定的权势是没有穿锦缎的资格的。再看她头上的装饰，虽然只有一根珠钗，但是这珠钗可是有来头，若是她没有看错，那可是东珠，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珍珠。不过历朝历代东珠都是权贵的象征。这位姑娘应该是大有来头，那个粉衣服的孔雀估计要倒霉了。你在门口看什么热闹呢？文熙朝发声的地方看过去，只见那个丫鬟用手指着他，下巴扬得高高的，在门口鬼鬼祟祟的，是想看我们小姐的热闹吗？我不救山，山偏偏来救我。文熙生平最讨厌的就是被人用手指着。你这丫鬟说话真是有趣的很，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在看热闹了？你家小姐都没有什么，你跟个炸毛的野鸡一样，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小姐呢，真是有趣，还真没有见过给人当下人还这么骄傲的。你这小姑娘讲话真是有趣儿。待看清女子的容貌，文熙更加能确定，那个粉衣服孔雀儿是故意找茬了。这蓝衣姑娘相貌生的是真的好，皮肤白皙，柳叶弯眉，樱桃小口，活活一个美人胚子。我叫李云，你叫什么？我叫文熙。文熙是镇上有姓文的人家吗？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不住在镇上，住在下面的村子里。文熙没有报上大牛村的名字。哦，原来如此。李云听完，态度没有什么变化，并没有因为他是乡野之人就面露鄙夷，反观的粉衣服孔雀则露出一脸嫌弃的样子。我就说这土里土气的气味是哪里来的，原来就是你身上的。乡下的，这店里的任何一样东西你都买不起，就算把你卖了都买不起，还是快点回家用树枝削个簪子戴吧。这人呐，出生的命运都决定好了，像你这样的赶紧回家喂鸡去吧。文熙听完不屑地撇撇嘴，小声地嘀咕着，把自己打扮得跟个孔雀野鸡一样，还有脸说别人自己长得多丑，心里一点数都没有，还好意思出来吓人。声音虽低，但是站在旁边的李云却是听了个清楚，嘴角的笑意忍不住更大了。文熙没理会那孔雀，只径直走向柜台，让老板把那只银镯子和簪子包起来，那是他在门口就看上的东西，简单大气，是他想要的款式。不是我说，你个乡下丫头，你买得起吧你？文熙本不想惹事儿，但是奈何有人他瞎呀，非要自己撞上来。我说你一个下人，一口一个乡下人的，怎么你是县城里的千金小姐吗？你不就是一个镇上有钱人家的丫鬟吗？自己家里没钱，从小就被卖进别人家里当下人，连自个儿的名字都没有，主人家赏你是赏，罚你也是赏，你在这儿骄傲个什么劲儿啊？我乡下人，我家是穷，但是再穷，我爹娘也没有把我卖了换银子。文熙撇撇嘴，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李云身边的丫鬟，发现她表情不太自然，便又说道：看你的样子，肯定不是家生子，肯定是被卖进去的。说完这句话，就发现李云身边的丫鬟脸色好了很多，看来他猜的没错，李云的身份绝对不一般，有家生子下人，都是达官显贵。那个丫鬟眼见着败下阵来，粉衣服孔雀不悦地瞪了他一眼，骂道：废物！丫鬟见小姐发火，赶紧低下头，不敢出声。见识了文熙的嘴皮子，她也不想再跟他呛声，若自己也说不过，那就真的是丢人丢大发了。掌柜的，将这2样包起来吧。好嘞好嘞，一共7两银子。文熙爽快地付了钱，见李云一直看着自己，便笑着道：我看这位小姐的容貌气质甚是高贵，那套头上面的红宝石虽然华丽，却难掩俗气，实在是难以跟小姐搭配，不如试试这一套羊脂玉头面。他指了指柜台最里面的头面，是4根羊脂玉簪子，搭配2只步摇，上面还点缀着几颗玛瑙。李云进店就看到了那套红宝石头面，这边的柜台都没有仔细瞧过，如今文熙一指，他便被这套头面吸引。你眼光真好，掌柜的，包起来。李云大手一挥，都不问价格。那粉衣女子才听出文熙的话外音，意思就是说那套头面跟自己相配，自己便是那俗气之人。你可知本小姐是这镇上镇长的女儿？你竟敢拐着玩骂本小姐！镇长的女儿，难怪这么傲气，还说什么自己是这个镇子上最尊贵的女人，也不怕大风闪了舌头。那又怎样？我又没有偷又没有抢，难不成你还要把我抓起来啊？镇长是我们的父母官，他知道他的女儿在外面这么横行霸道吗？第2天，文熙还没到镇上，就见镇门口站着百草堂的伙计。文姑娘，您可来了，掌柜的给您找的工匠师傅到了。文熙点点头，心下却不停地嘀咕：至于这么着急吗？现在就到门口来堵我？殊不知，昨日王掌柜将图纸递给王庆，他是战王府的工匠师。这个镇子在边陲，为了防止外邦来犯，边境地区经常修筑围墙，王庆便被派遣到这里。原本这点小事儿他是听都懒得听，但是王掌柜说主子特意留心的人，所以才勉为其难地将图纸接过，只看看地扫了一下，便再也移不开眼。这究竟是什么神仙图纸啊？他做工匠几10年，却从未见过这样独出心裁的设计。
这地笼为何要接在外面，然后将水管连接上铺在地下，而且这个地笼长得好生奇怪，旁边标注叫锅炉。越看越震惊，设计图纸的人在哪儿？快说呀，这个人在哪儿？哎呀，明日你一早就来百草堂吧，文姑娘明天就到。就是这样，王掌柜天还没亮就派伙计在镇门口盯着。刚到百草堂2楼，就见一个白胡子老头正捧着他画的图纸，津津有味地看着。嘿嘿嘿，文姑娘你来了。一听文姑娘3个字儿，王庆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赶紧走过来。丫头，这图纸是你画的？显然文熙的年龄震惊到他了。文熙点点头说道，晚辈花了好几天才画好的。几天？王庆不由得声音高了8度。你这丫头真乃天纵奇才呀！小小的年纪竟然有这样的天赋，果然后生可畏啊。您过誉了，还不知道您尊姓大名？老夫姓王，单名一个庆字。我听老王叫你文姑娘，那我就叫你文丫头吧。文熙点点头，又问道，您看这个图纸上的能实现吗？一提到图纸，王庆精神头更足了，一点都不像60多岁的老人。妙哉妙哉，此图甚妙啊！老朽定然助你建成。我不要银子，不知文丫头可不可以将这图纸给我？王庆对于这个设计图爱不释手，如获至宝。但是文熙摇摇头说道，我不希望我自己家的构子让别人看了去，不过晚辈可以给你重新画一幅新的，比这个还要详细的。真的吗？太好了！若能帮王建成，老朽死而无憾了。太兴奋，差点说漏嘴。文熙没听清，也没有过分的追究。敲定了装修计划，文熙便带着王强在镇子上买好盖房要用的材料和工具。与此同时，大牛村的村民们都收到了文家买了400亩宅基地要重新盖房子的通知。我的乖乖，400亩啊，这得几百两银子啊！文家怎么发财了？就是啊，这前几天还揭不开锅呢。许是捡到金子银子了。村里的人议论纷纷，这样的消息自然逃不过林强的耳朵。骤然听到自己妹妹家要盖房子，还买了那么多地，吓了一跳，只觉得这乡亲们是疯了。但随着知道这个消息的人越来越多，他不得不信了。难不成自己那个妹妹和傻妹夫真的捡到金疙瘩银疙瘩了？岂有此理！这样的事情竟不跟自己这个当哥哥的说。想到这儿，他便怒气冲冲地往文家走。刚行至半路，突然想起来之前文康说以后再也不要往来，现在自己去找他肯定讨不到好处。但是一想到家里已经没有米面了，连续吃了几天的野菜汤了，一咬牙朝着文家走去。文熙转过弯，就看见一个男人在自己的家门口鬼鬼祟祟的。仔细的一瞧，这不是自己那个便宜舅舅吗？想必是听说了自己家要买宅基地的事情了，又想来打秋风。舅舅，你怎么来啦？林强吓了一跳，你个赔钱货，这么大声作甚？吓死老子了！前些时日我爹爹不是说了不要往来，你怎么又来了？你懂什么？大人的事情你少参与，快去将你娘喊出来。娘，舅舅来啦！他怎么来了？许是听说咱们家买房盖地的事情了吧？文熙悄悄地打量了一下林慧的神色。希儿，你说他会不会有其他的事情啊？听他这么说，文熙心中了然，他这个心软善良的娘亲啊，依旧对那个人渣抱有希望。只是人渣终究是人渣，变不成好人的。这话他没有说，只是淡淡的说，他让你出去。我去看看，万一有别的事情呢？文熙点点头，去见了也好，能彻底的看清林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林慧走出大门，他悄悄地跟了上去。听说你家买了村子里那么大一块地，你哪来的钱？林慧神色怅然，果然被女儿猜中了，他哥哥确实为了这件事来的，心下便失望透顶了。地不是我买的，是我公公的名字，我一直在家，去哪里弄钱？林强一听便知道自己的妹妹不愿意提这件事儿，但是对面那么大的一块地，他怎么能不心动呢？
文家就文康一个儿子，那2个老的死了，那地不就是你们的？林慧一听，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自己这个哥哥竟让自己杀了他的公公婆婆，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竟然变成了这种恶人？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哼，我当然知道。慧儿，难道你不想当家做主吗？你嫁到文家就一直被那2个老的压着，若他们死了……话音未落，只听啪的一声脆响，林强的脸被打偏了过去。林慧的声音颤抖着说：我从未想过你竟是这种人，林强，你把我卖到文家了，我便是文家的人，你我2人一刀2断，你再不是我的哥哥。说罢，林慧红着眼睛回到院子，将门锁上。由于第2日要盖房，大家早早都睡了。文熙见众人熟睡，终于得空进入空间里。仅仅2日没有打理，没想到空间里的粮食竟然都成熟了。还没走几步，就见几道黑色的影子飞快地来到他的身边，2只成年雪狼王不停地围着他打转。那只幼崽在远处慢吞吞地往这边跑。居然这么快就可以跑了！文熙一把抱起小幼崽，开心地说：你好可爱呀，以后就叫你雪球好了。雪球似乎听懂了文熙的话，不停地用他的小舌头舔文熙的手心。跟一家3口玩了一会儿，文熙就朝农田走去。之前种下的作物已经全部的成熟了，文熙将作物全都收好。自从空间升级了，文熙在这里干活不仅效率高，速度快，还感觉不到疲惫，也许是空间灵气的作用。撒下新的种子，文熙就到药田转了一圈。人参就不必说了，已经繁殖出一大片，就连还魂草这等稀有的药材都长出了10几株。看来得想办法弄到一些稀有的药材种下去，按照这样的速度成长下去，很快自己就可以变成这片大陆最大的珍稀药材商。到了菜地这里，文熙就像进了菜园果园，各种新鲜蔬菜琳琅满目，胡瓜藤上也结满了果实。文熙摘了几个，准备第2天一早炒肉吃。再看那边西域的种子已经全部结果，让文熙最惊喜的就是这里，那些种子竟然是哈密瓜、柠檬、百香果还有草莓，这对他来说简直太有诱惑力了。尤其是草莓，看着像婴儿拳头一般大的红红的果子挂在那里，散发着阵阵诱人的清香。文熙觉得自己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立马摘了1颗放进嘴里，又香又甜，比自己在现代吃过的顶级草莓还要好吃。这个空间果然神奇无比，在这里种出来的东西比外界强上千百倍。如果这样的果子拿出去卖，岂不是会被疯抢？思及此，文熙又有了新的计划。空间升级以后，农作物的成熟时间又缩短了，而且种子的繁殖能力变强，有很多新的小苗往外冒。这样的话，无论面对什么环境，空间里的一切都足够他们生活。这就是穿越者的福音吗？比我上辈子的生活好太多了。当他将空间里的东西处理完毕，外面的天也快亮了。一夜没睡，精神头反倒更好。早早的起来，就听到院子里传来吵闹声。凭什么呀？我们可是亲戚，你为什么不用我？你们宁可雇佣外人，都不用自己家的亲戚，有你们这么胳膊肘往外拐的吗？嫂子，我们请的人都是里长帮忙选的。你们自己家雇人还说了不算吗？随便踢出去一个，把我弄进来就完事儿了。咱们是亲戚，我也不多要你银子，1天20文，再管顿饭就行了。20文，他可真有脸说，雇佣正经厨娘1天才10文钱，他竟然要20文。文康和林慧脸色都难看起来。希儿，你舅母说想来咱家做饭，我可不知道你们家什么时候是个女娃子当家了。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舅母不也是女子吗？不也抛头露面的上我家来打秋风吗？以往这种事情都是舅舅在做，没想到如今舅母也来了。你个小贱蹄子，竟然敢说我是来打秋风的，一点教养都没有。我没有教养，也不会把脏字随便挂在嘴上，这点可跟舅母没法比。
出口成脏这种能力可不是谁都有的。柳氏哪里听得这些？以往林强来这里想拿什么便拿什么，文家不敢说一个不字。文熙和文涛见了他们也都是唯唯诺诺的，别说顶嘴了，就抬头看他们的勇气都没有。没想到如今竟然成了一根硬钉子，当着面跟他叫板，柳氏怎能不生气？再说这雇人的是我家，作为主家，我想用谁就用谁，不想用便不用。舅母来这里闹是作甚啊？莫不是觉得我家人好欺负，就想随便拿捏了不成？你，舅母可以回去问问我那个有出息的舅舅，前些日子我母亲同他说过什么，两家就此断了亲，也不要再往来了。文熙说着就把人请出门外，随手就把门锁上，独留柳氏在门外喘气儿。文康和林慧被自己女儿这番操作惊呆了。前10几年，文熙一直都是乖巧的，甚至可以说存在感很低，到哪里都闷不作声，被欺负了也是独自忍着。自从上次摔坏了脑袋，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不仅性子活泼了，就连说话都比之前更有条理，而且还多了赚钱的本事，就好像变了一个人。若不是亲眼见他醒来，二人都觉得这不是自己的女儿。这孩子除了样貌跟自己女儿一样以外，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文涛在不远处使劲地拍着小手，姐姐好厉害。在他眼里，舅舅一家人是最可怕的，如今姐姐竟然可以将舅母赶出去，那么以后姐姐就是最厉害的人。文康二人也缓过神来。是啊，这是我的女儿，没什么好怀疑的，许是摔了以后开窍了吧。用过早饭，文大年、文康、文熙三人去了新的宅基地。里长比他们来的都早，一些乡亲也早早的来这里等着，毕竟文家这么高的工钱属实难找。文老爷子，您家是发了什么横财啊？起初听说是文家买了这么大块地，我们还不信呢。是啊，您家发财也别忘了带上大家伙呀。哎呀，我这一把老骨头了，能有什么发财的路子？是我家孙女儿在镇上啊捡了个大户人家丢的重要物件，人家赏的。这是他们一开始就商议好的说辞，不是不肯将药材的事情说出去。毕竟文熙现在并不需要后山的药材，只是若村里的人都觉得卖药赚钱，大家就都不种地了。那后山才多大，一共没有多少药材，若大家都去碰运气采药而不来种地，那才真是大牛村的灾难。是这样啊，咱们还以为你家走了什么大运呢，但是能得贵人赏识也是运气啊。这时远处传来的马蹄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不一会儿，一辆马车便出现在众人的眼中。从车上走下来一位中年人，是王庆。一个工匠竟然这么大的牌面，他哪里晓得王庆可不是普通的工匠，那是战王府的工匠，即便是皇城都修的。若不是王掌柜说是王爷的嘱托，他是绝不可能理会的。之后看到那一生都没见过的图纸，这才心甘情愿地为他打工。文姑娘，王师傅有劳啦。又跟王庆简单地讲解了图纸，确定好盖房的步骤，文熙便将一众报名的乡亲交给了王庆。解决完这一面的事情，就有人通知他镇上送来了肉和菜。我说东家，这半头猪今天都做了？对啊，切点肥肉熬油，剩下的今天都做了吧。好嘞。几人一听，今天这是有肉吃啊，给文家做工简直太好了，有工钱还有好吃的饭菜，比过年都丰盛啊。东家，要不然留出来点明天吃吧，不然明天没有肉吃了。每日都有半头猪送过来，所以你们几位放心做就好了。几人一听，瞬间喜上眉梢，竟然有这样的美差事。当中午开饭，大家伙看到成盆端的红烧肉时，眼睛都直了。俺的个娘哎，这么多肉啊，我没眼花吧？干这点活怎么就出现幻觉了？大牛村的人基本上都比较穷，但凡条件好一点的都搬去镇子上住了，所以一直都在大牛村生活的人常年到头都看不到油水，若是遇到天灾虫灾，更是连果腹都难，哪里见过成盆的肉。最近辛苦大家伙儿，
快来吃饭吧！只见刚刚还怀疑是幻觉的人们一股脑冲向饭桌，白米饭、白面饼、大馒头。大牛村的人们又一次被震惊到，这文家比财主都要有钱呢。喜儿，这么好的饭菜得多少银子呀？爹，别担心，女儿有分寸。文熙可不是为了充大头，他自然知道这样吃饭花出去的银子是多少，但是若想拢住一批人，就必须要给足他们甜头。他如今买了几百亩地，自然是不能自己种，肯定要雇人来种地。他还是想在村子里找，如今让他们跟着吃好喝好，就是笼络人心的第一步。哎，好，你心里有数便好。文熙来到布庄，赵福来就赶忙请去2楼。嘿嘿嘿，文姑娘，您可来了。赵掌柜有什么事吗？来请您拿分红的。他拿出账本，还有早就准备好的银票。文姑娘，您看看。账本就不看了，我相信赵掌柜的为人，定不会坑我。文姑娘是大气人，这个别人分红，您点一下，一共7000两。赵福来笑得见牙不见眼。没想到这段时间布庄就盈利了7000两，多亏了您的点子呀。文熙也有点惊到，没想到竟会有这么多利润，分给他7000两，就说明盈利了14000两。就算是京城的布庄，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的营业额。看出文熙的惊讶，赵福来便解释道：县城里有一家布庄，现在长期从咱们布庄订货，每次拿货都很多。县城里的达官贵人很多，他们销量很好。原来如此，突然想到一个不错的主意。赵掌柜，既然如此，为何我们不专门开辟出一个铺子做批发呢？批发？赵福来一时没想明白。很简单，县城有来找咱们进货的，或者其他的城市，我们也可以采取这样的经营模式，将我们的布匹推向东陈国各个郡州县。若日后做大了，在京城开铺子也不是没有机会啊。毕竟这样的布匹只有我们能做得出来。赵福来被眼前这个女孩子的话惊呆了。整个东陈国的州郡县，京城，这真的是我们可以想的吗？看着赵福来呆呆的表情，文熙没忍住笑出了声。赵掌柜，下巴要掉在地上了。赵福来机械的眨眨眼，随即缓过神来。没想到文姑娘竟有如此眼光，是老夫眼皮子浅了。文姑娘的话，老夫会好好考虑的。当然，无论以后福来布庄经营到什么程度，利润咱们都是一人一半。在赵福来的眼里，没有文熙，他这个布庄就该关门了，怎么会有今日的辉煌？赵掌柜，有一件事还需要您帮忙。您说。我想在镇上盘一个铺子，最好是3层的，大一点的。文熙准备将高级定制成衣铺开起来，但是家里又要盖房子，他是实在没有精力来镇上找铺子，倒不如请熟人帮忙。若说起铺子，我倒想起前段时间在咱们这条街的街尾有一家玉品店在出售。玉品店？这是什么店铺啊？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店铺专门经营玉石类的，大到摆件，小到首饰扳指。先前生意不错，就把旁边的店铺也盘下来打通了。谁知道刚刚装修好，他们东家就因为赌石收了一大笔银子，不得已把店铺出售。只不过……文熙听着感觉这个店铺正适合自己。只不过什么？只不过这个铺子太大了，相当于我这个铺子2个那么大。文熙环顾了一下布庄，若是2个布庄的话，那确实是太大了。那他们东家收了多少银子了吗？我记得是1000两。嘿嘿，他那个铺子在街尾，价格自然便宜一点。不过您想做生意的话，街尾可没什么优势了。赵福来说的都是老实话，若是寻常的生意，那自然是没有优势。但他这种高级定制的成衣铺，原本就是针对那些高端客户的，成衣的价格也不是普通人家可以消费得起的。您现在方便吗？我想去看看。赵福来欣然答应，带着文熙来到街尾，店铺的牌匾如意玉记已经摘下来放在门边，有一个伙计在打包店里的东西。伙计，这店是卖了吗？哦，是赵掌柜啊，咱们店没卖，是东家说把店里的东西都装上。店里有很多摆件，还有一些原石，
看看有没有哪个做玉石的老板愿意收购的。他指了指后面的仓库，仓库里的是原石，个个都重得要命，就算是找人来搬，也得好多时日。文姑娘，这个铺子即便你现在盘下来，也得等他们将东西搬走。我看那原石都挺沉的，确实需要些时日。我去看看。文熙走进店里，发现这个店铺确实很大，足足有4层，每一层都有150平，加在一起将近700平。那放到现代，那可是相当大的商铺了。这样大的面积做成成衣铺确实有些浪费了。不过，文熙将目光落在那些原石上，顿时有了主意。伙计，店里所有的东西一起买的话，要多少银子啊？小姑娘，这些东西东家开价3000两银子，你一个小姑娘可买不起哦。3000两，再加上商铺的1000两，那就是4000两。如若再装修、买材料、招工人，算下来就得5000两，属实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可以看看那些石头吗？可以，小姑娘，那些石头可是重得很，千万别砸伤了你。来到后面，文熙才发现这院子可真大，后面竟还有一个2层的小楼。这样的设计直接让他有了现在就想付款的冲动。这不就是买1送1吗？来到仓库才知道，那伙计说的很多是多少，堆得像一个小山丘。赌石他在现代就接触过，就像是拆盲盒，但是这个盲盒有点贵，而且有点重。文熙走上前，轻轻地拍了拍那些原石，本想感慨一句，若在现代，谁有了你们都可以当财主。就发现原本一直安静的空间震动了一下。这是什么情况？他又将手放在另一块原石上，结果空间没有丝毫的反应。难道刚刚的是错觉？当他随便又选了一块，把手放上去，他发现空间又动了，而且比刚刚的震动还要大。他突然有些明白了，空间本来就是有灵气的，自然对同样有灵气的东西有所感应。像玉石翡翠这种天材地宝，是经过大自然几十万年的沉淀才出现的，自然是也极具灵气的，不然贾宝玉脖子上的玉石坠子怎么叫做通灵宝玉呢？想通了这一点，他竟然有些窃喜。没想到空间竟然有这么多未知的功能。赵掌柜，帮我约一下这个铺子的东家吧，这个铺子我很感兴趣。他应该在家，文姑娘若是有空，老夫今日便带你前去。好，早些将这件事敲定，他也放心。能让空间震动的原石，想必品质不会差。若是被别人买了去，恐怕他肠子都得悔青了。马车上，赵福来跟文熙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如意玉器的东家，原是县城的富户，祖上早些年就是做生意的，只不过到了他这一代就开始走下坡路，赌石接连受挫，只能将县城的房产卖掉，搬来镇上。若好好的经营，也是十分赚钱的买卖，只是迷上赌石的人又怎会放弃一夜暴富的机会？于是频繁出入赌石场，没过多久家底儿就输光了。玉石铺子也经营不下去了，这才不得已的要卖掉。总的来说就是山穷水尽了。文熙心中有数，也知道该怎么跟他讨价还价。钱府，钱志远听下人来报说有人想盘他们家的铺子，赶紧在中厅等着。哎呦，是赵兄啊！早知道是赵兄想盘我的铺子，我就亲自登门了，还劳烦你来我家一趟。嘿嘿嘿嘿，简兄客气了，不是我要盘，是旁边这位文姑娘，她想盘你的铺子。我说赵兄啊，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这还是个小娃娃呢。话可不敢这么说，这位姑娘看着年纪小，却是真真切切要盘你的店铺的，而且我的铺子也有她的一半。钱志远一听，心下一惊，这福来布庄现在有多火，他自然知晓，可以说是日进斗金，只是没想到竟有这小娃娃的一半。深知赵福来的为人定是不会说谎，于是他便知道眼前这个小姑娘是个不得了的人物。钱掌柜你好。哎，叫掌柜有些疏远了，不如就叫我钱伯伯吧。是，钱伯伯，我叫文熙。文熙，好名字啊！
你想买我家那个铺子，你赵伯伯跟你说了价钱吗？店铺1000两，里面东西3000两。不错，不过你若是要将东西留下，那便给你省下100两，一共3900两。钱伯伯，3500两，我现在就可以付给您。不瞒您说，来的路上我原本想跟您砍价到3000两的。温熙如实将心里所想说了出来。你这个小姑娘有点意思啊，那为何又3500两了？因为您让我叫您伯伯，若我砍价太狠了，恐怕是会伤了您的心的，所以才提到3500两。其实是因为他觉得钱志远这个人可以相交。钱志远脸上笑意更甚。赵兄，你哪里找来的小丫头，说话甚是有趣。赵福来只是憨憨地笑了笑，没说话。钱志远想了想，点头道：也罢，3500两就3500两吧。他让下人将铺子的地契拿来，两人签字画押，这房子就算文熙的了。拿出3500两递过去，顺便又送了钱志远和赵福来一人一个瓷瓶。这个是百草堂的滋补药丸，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就当是晚辈的心意了。赵福来受宠若惊，不住地道谢。钱志远看向文熙的眼神更加有深意。这个小姑娘不过10岁出头，做事竟然滴水不漏，也不知道是什么家庭教育出来的。有王庆的指导，新房那边十分的顺利，文熙便专心地研究铺子里面的原石。在现代的时候，他了解过赌石，但并不热衷。如今真正要自己解释，才知道他完全一窍不通。这时他突然想起来一个人。什么？你想解石？小希儿，你是想把这买了的石头都给开了？对，我从没接触过玉石原石，所以想试试运气，也许能开出好东西呢。设是开出来了，钱伯伯可不要生气哦。那原石原本也是要出售的，不论谁买去都一样。他这个人虽然好赌，但绝对输得起，不会因为自己卖出去的石头被买家切了涨了就心怀怨恨。再说正因为文熙的银票，他能及时的填补自己的缺口，否则还真的是麻烦了。你若是想开，我过几日便帮你去看看。谢谢钱伯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文熙一直在画图设计店铺的装修。他想打造一家绝无仅有的成衣铺，也可以说是一家一体化的商铺。除了定制衣裙，还可以定制配套的饰品，全部都是一客一件，绝对不会撞款。这也不仅需要好的服装设计师，还需要珠宝设计师，这种工匠自然是十分的难找。所幸他这铺子装修也需要10日，画好图纸，文熙便来到工地。王师傅，您看看这个，这是我在镇上盘下的铺面，需要装修，这是我的设计图纸。王庆一听是他设计的，赶紧拿过来。妙啊，实在是妙。不过说文姑娘，这样的图纸你是怎么想着画出来了的？就是这样想，就随便画了。不然他能如何说呀？若是不急的话，等这边房子盖好了，我便去镇上。王庆紧紧地拿着图纸。可不能找别的师傅。这是自然的，您放心吧。得到了文熙的保证，王庆赶紧将图纸收在怀里，心中不禁感叹道：主子真是极具慧眼，这文姑娘真是太厉害了。远在京城的莫玉眼收到下人传来的消息，笑着说：这个丫头真是有点意思，连王庆这个老匹夫都能收服。传下去，她需要什么都尽量帮她找到。是，主子。下人恭敬地退出去。行至殿外，暗二冲出来问道：主子刚才说了什么？没什么，站好你的岗。暗一白了他一眼，心道：这个暗二怎么如此八卦？不过主子确实十分反常，竟对一个小姑娘如此上心，莫不是主子看上人家了？不应该啊，那个姑娘我远远看过一眼，瘦不拉几的，也不怎么好看，主子怎么会看上她？放眼整个东陈国，有哪个世家小姐不愿嫁给我们主子？哪位小姐不是前赴后继？放着京城这么多美女，环肥燕瘦的，主子理都不理，却喜欢一个乡下丫头，定是我想错了。文熙若是知道他心中所想，定会给他一个过肩摔。姑奶奶面黄肌瘦，那是营养不良，哪里丑了？明明就是还没有长开，而且即便是没长开，现在也是十分漂亮的。
这天他刚到镇上，马车就停了下来。姑娘，前面的路被堵住了。怎么回事啊？四时有杂耍表演，很多人围观，马车过不去。果不其然，阵阵的叫好声从人群中传来。既然马车行不动，文熙只好下来步行。路过人群时，无意间看了一眼，只这一眼就让他移不开脚步。这哪里是杂耍表演？只见一个10几岁的女孩子被绑在一根木头桩子上，头上、肩膀上各放着一颗野果子。对面站着一个男人，拿着几把飞刀正在瞄准。被绑在木桩上的女孩子眼神中透露的全都是恐惧。哎，这个杂耍团上次带来的女子不是这个吧？不是，上次的比这个年龄大一点，多半是死了。死了？你忘了，不是被飞刀扎中了？文熙越听眉头皱得越深，这种黑心的杂耍团竟然还可以出来表演，到底有没有王法了？这时男人手中的飞刀已经射出，文熙见状赶忙将手中的石子射出去，那飞刀直直地冲着女孩子的面门飞去。天啊！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这时一颗石子啪的一声将飞刀打偏，飞刀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射在一旁的树桩上。再看那个女孩子，似是吓傻了，连哭都不会哭。文熙走上前来，冷声道：你们这是草菅人命。就是，上次就伤了一个姑娘了，这次差点就杀人了。杂耍团的团长见文熙是个女孩子，吓唬她：滚！这是我们团自己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再来捣乱，信不信我揍你？真是笑话！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岂容你在这里大放厥词，伤害无辜百姓？这时从不远处走来一队人马，走在最前面的人看见文熙，不由得面露喜色。又是他！李云惊喜地说，立刻朝文熙走去，立马将这位姑娘放开。哼，这是老子花了银子买来的，凭什么听你的？不是，我是被掳来的。走到近处的李云听到这话，立马皱起了眉头，竟有强抢民女这等恶劣之事。你个死丫头，还不闭嘴！那团长一个耳光扇在女孩子的脸上，团长给团里的其他人使了个眼色，他们赶紧收拾东西准备跑路。这时李云拨开众人走上前，一把擒住了团长。男人还想挣扎，只听咔的一声，胳膊断了。哎呦，疼死我了！哎呀，你是谁？信不信我们报官抓你啊？报官？哼，想报官抓我，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几个男人对视一眼，就朝着李云奔去。他们还不信了，几个大男人还打不过一个小姑娘，但是现实却被狠狠地打脸。没有几个回合，几个男人都躺在了地上。瞧你们几个熊样，收拾你们几个，本小姐动动手指头就够了，将这几人给本小姐捆了。是。你们竟敢绑我！你可知道老子的后台是谁？说出来吓死你！哟呵，本小姐倒是想知道你这么硬的后台到底是谁。哼，老子的后台是镇长，识相的赶紧给我们放了，不然老子要你好看！团长似是胸有成竹一般，趾高气昂地看着李云，就等着他低头认错。镇长？没错。哦。李云玩味地笑了笑，只刹那间，他周身的气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来人，将镇长带到府衙，本将军倒是要看看这镇长是如何给这群猪狗不如的东西当后台的。李云的脸上尽是肃杀之气。将军。文熙站在他身后的不远处，呆愣了一瞬，没想到前些日子见到的娇滴滴的小姐竟是女将军。文姑娘，又见面了。见过将军。不必多礼，自上次一见，我就一直想结识文姑娘。我自来到外祖家，便没见过像你这般对心思的人了。你住在镇上哪里呀？我可以去找你玩吗？文熙第一次遇见这么自来熟的，有点不知所措，但能看得出来她是个好心眼的姑娘。我不是镇上的，我住在大牛村。大牛村？距离镇上15公里的边陲山村。边陲山村啊，好玩吗？可以抓兔子打野鸡吗？本小姐在这里装淑女，装得都快要疯掉了，可不可以去你家里玩？小姐，说是让夫人知道了，您就惨了。娘亲远在京城，她怎么会知道？李云摆摆手，
转头继续用亮晶晶的眼神盯着文熙。文熙被他看得有些发毛，他想拒绝可以吗？可以，但……还不等文熙说完，李云便拉着他要走。走，现在就去。这是说风就是雨的性格啊，真能当将军统领3军将士吗？这东城国的将军都是这个模样。那个刚才那几个人还没解决呢。李云这才想起来自己刚刚还见义勇为了一下。这帮孙子，姑奶奶今日不把你们胳膊腿卸了，我就不姓李。旁边的丫鬟一脸无奈地看着自家小姐，这般凶悍的模样若传到夫人的耳朵里，估计小姐又要被教训了。本姑娘，你作为这起案件的当事人，要不要一起去瞧瞧？想不想看看他们被打得鬼哭狼嚎？这时刚刚被救下的女孩子不知何时跑到李云的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边磕头一边说：多谢二位姑娘。不必多礼，如今本将军既然管了此事，必定会惩戒恶人，还你自由。将军有所不知，在我们团里还有很多像我这样被他们抓来掳来的，最小的才3岁，还请您救救他们，求您了。姑娘，我们将军定不会置之不理的。既如此，本将军便好人做到底。将军，我随你前去吧。既然团里还有不少被拐卖的孩子，就算救出来了，想必也会无处可去，最后要么流落街头成为乞儿，要么就是又被拐到下一家，等待他们的依旧是悲惨的命运。既然是自己想救的人，便不会再让他们流落街头。来到府衙，只见镇长和那几个男人都被押至堂上。府衙的官爷听说是李将军的亲信押来的犯人，早就在堂上等候。不一会儿，李云换好了将军官服，行至堂上。不知将军到来，有失远迎，下官失礼了。他只是一个最末尾的官职，甚至连9品都算不上。李云虽是女将军，却也官居正4品，是他这辈子都够不到的品阶。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大了这么多级。再者，这李云的父亲可是正2品的镇国大将军，即便是在京城，也是少有人敢惹的。李云虽是女子，却从小随军打仗，立了不少的战功，这才成就了她东陈国唯一一位女将军。所以她的官职那都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身上的杀伐之气若是完全释放出来，自然十分骇人。跪着的几人见府衙的官爷都对眼前这个女子毕恭毕敬，心知这次是踢到铁板了。官爷，我们知道错了，您就饶了我们吧。是啊，小的们再也不敢了，因大人有大量。饶了你们？你可曾放过那些被你们残害的无辜孩子？刘镇长，这几个人说你是他们的靠山，此事可真啊？将军，小人冤枉啊！小人根本不认识这几个人，还请您明察。小人是这一镇之长，这么多年来兢兢业业，不曾做过任何违法乱纪之事啊，将军。你兢兢业业？李云不禁笑出声来，他可未曾忘记那日那位嚣张跋扈的女人，他可说了自己是镇长的女儿。刘镇长，你可知你女儿在外面是什么做派？想必深得你的真传啊。刘延喜身体一僵，没想到刘玲玲那个孽障竟不知道何时得罪了这位女将军。小人平时忙于公务，子女皆是内子教养，不知何处冲撞了您，还请将军念在小女年幼的份上，不要与她计较。刘延喜这个人是个滑头，说话滴水不漏，一时间竟让李云挑不出错处，他只得转向另外几个人问道：你们的靠山要把你们抛弃了，刘镇长说与你们并不相识。团长用余光扫了一眼刘延喜，见那人正脸色阴沉地看着自己，心下一惊，今日之事恐怕自己是凶多吉少，只是家中还有老幼妻儿，若自己咬着他不放，恐怕家人就要遭殃了。他可是亲眼见过刘延喜的狠毒凶残。先前是小人胡乱攀咬，想借刘镇长的名头吓唬吓唬你，我们与镇长并不相熟啊。温熙在外面可也是听得清清楚楚，想来这个刘镇长在这个镇县不是一般的有势力啊。这几人被吓成这副模样，身上抖得如筛糠一般。那些被你们掳来的孩童都在何处？在城西的破庙里。李云立即吩咐人前去营救，转头对府衙的官爷说：这种强抢民女、草菅人命的案件该如何宣判？大人应该知道吧？是。他行至案桌，拍下惊堂木，判道：李大力、张川等人强抢民女、幼童，
草菅人命，作奸犯科，数罪并罚，罚杖责100，流放3000里，退堂。杖责100，那肯定是没命了，都等不到流放。温熙听后只觉得心中畅快，这世间就该如此，做了坏事就要接受惩罚。只是可惜没有将刘延禧这条大鱼一网打尽。文姑娘，恐怕我不能同你去村子里了。他指了指刚刚被带回来的孩子们，这些孩子我需要找地方安顿。我家可以。啊？你家能养得起这么多人？这其中小的才3岁，大的也不过10几岁，而且以7、8岁的孩童居多，你能养得过来吗？您有所不知，我家中买了几百亩地，正愁日后没有人打理，还想着找牙婆在外面买人的。如今正好他们无处可去，倒不如安顿在我那里，跟乡亲们学学种田的手艺，若长大了想离开，也有安身立命的本事。如此这般就最好了。既然这样，我先带他们回去，等全部安顿妥帖再来找您。等我们家的新房子盖好了，定会邀请您的。好，一言为定。本小姐很欣赏你，瞧你的模样也就11、12岁，我今年16岁，需长你几岁。以后你就叫我云姐姐好了，我便叫你文妹妹，如何？好，云姐姐。温熙清点了人数，一共是16个人，其中5岁以下的2人，10岁以上的6人，半大的竟有8人之多，相当于能干活的就这6个人。温熙将他们带到镇上新买的铺面，又请赵掌柜帮忙找了一个做饭的婆子。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李小雨，是田庄人，父母去世的早，我借住在婶娘家里。你愿意跟着我吗？李小雨猛地跪下，不住地磕头。愿意愿意，谢谢小姐收留。温熙将她扶起来。既跟了我，原来的姓氏便要舍弃，这也没有关系吗？爹娘去世的早，我在婶娘家过得还不如一条狗，这姓氏不要也罢。那你就叫小雨吧。谢小姐赐名。说着又要跪下。我这里不实行这套，以后就不要跪了。看起来你比我还大上一些，动不动就要跪，岂不是要折我的寿？小雨一听便改成了行礼。刘延禧回到家中，狠狠地将茶杯摔在地上。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随从跪在地上颤抖着说：小的也不知道，就听闻是李大力非要表演什么飞刀，上次得了不少赏钱，许是尝到了甜头，结果上次便扎伤了靶子，这次便有人出来阻止了。飞刀？正是啊，将女子当成活靶子，头上肩上放着果子，然后用飞刀将果子射穿却不伤人。不过他们技术还没有练到家，结果伤了人。这几个王八羔子！老爷消消气啊。我怎么能不生气？既然有女人，缘何来当活靶子？直接卖到窑子里多好，多卖一个还能赚大几十两呢。这几个糊涂东西！老爷，意大利几人死了，他们拐来的那10几个孩子也被救走，咱们跟上边的买家如何交代啊？那些人可怕的紧啊，若不能如期交货。刘延禧紧皱着眉头。你去打听打听那些孩子的去处，有了行踪随时来报。随从刚刚退出去，他夫人便带着儿子刘贤和刘玲玲赶来。哎呀，老爷，今日是怎么回事啊？夫人张氏火急火燎地说：刚刚下人来报说您被府衙的人带走了，吓死妾身了。是啊，爹，女儿都吓死了。你还能吓死？刘延禧脸色阴沉地看向刘玲玲，怒声道：你个孽障，还不跪下！说罢一巴掌扇过去，将挨着自己的刘玲玲扇在地上。老子早就跟你们说过，在外面惹了事儿，自己把屁股擦干净，不要等着老子帮你们收拾。你听进去了吗？刘玲玲吓得浑身颤抖。张氏见女儿被打，赶紧过去护着。哎呀，老爷，玲玲犯了什么错呀？你为何下这么重的手？站在旁边的刘贤一脸冷漠地看着自己的继母和继妹。打吧，打死了才好。你问问他，在外面惹了谁？要不是看你是老子亲生的，今天老子便打死你。张氏见刘延禧是真的生气了，赶紧问道：玲玲，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刘玲玲哪里知道李云的身份，平日里作威作福惯了，跟别人抢东西那是最家常便饭的事儿。她
他哪里会放在心上？娘，女儿今日都没怎么出门，怎么会得罪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啊？再说了，若是大人物来咱们镇上，爹爹一定是第一个知道的，女儿又怎么会去招惹？老爷，近日咱们镇上来了一位正四品的将军，是个女人，今日我就是被她抓去的。她指名道姓地说，我刘延禧的女儿在镇上作威作福，你说还不是你？女人？近日来的？难道是那日银楼的？爹爹，女儿想起来了，那日是在银楼，我二人看上了头一见头面而已，只是女儿家的拌嘴，并不是。从早到晚就知道花银子惹祸的废物，哪里有你哥哥一半的精明？又指向张氏，你这个女人，若管教不好孩子，你趁早从这个位子上滚下来，老子有的是女人。老爷，妾身知道错了，妾身这就带玲玲回去，好生管教。说罢，他拉起地上的刘玲玲就往外走。她不是刘延禧的第一任夫人，在她之前还有过几人，只要他们犯了错惹她不高兴，她便想个由头对外人说夫人因病去世或者意外离世。但是她知道那些女人都被她给处置卖掉了，卖到青楼妓院或者更远的地方去，总之都换成了银子。她从年轻的时候便跟着她，见过她的残忍手段，害怕她的凶狠，却舍不得她给的荣华富贵。这么多年，她战战兢兢地讨生活，生怕哪里惹到她被卖掉。接下来的一段时日，文熙一边监督新房的进度，一边琢磨新铺子的事情。闲来无事时，他就去后山将这几只雪狼王放出来，让他们在山间自由地奔跑。空间虽好，但毕竟没有山坡，雪狼王需要在有山坡的地方奔跑，小雪狼王也要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学会捕猎和生存，原本的野性和技能不可以丢失。自重生以来，他一直在后山的前端晃悠，没有深入腹地，所以对这山上到底什么样根本不了解。今日时间充沛，且被空间改造后的身体比前世还要好，即便深入腹地，也会在天黑之前回到家。所以一人三狼往后山的森林里走去，而另一边一队人马也正在往后山赶去。主子，前面便是大牛村后山中部了。暗一低声说，咱们人传来的消息，那东西就在这附近。注意隐蔽，达子警惕性极强，务必小心。来人正是莫玉眼。文熙刚刚进入腹地，便觉得一股潮湿之气传来。大牛村地处边界，土地因为常年干旱而十分贫瘠，怎么会有如此潮湿之气？文熙往里面走了一段，只觉得潮气更多了。文熙仔细地辨别了一会儿，发现这里的潮气主要来源于腹地的中心，而且是无毒的。雪狼王跟在身侧，也没有任何不适的表现，说明这里目前没有危险。像雪狼王这种动物，对危险的感知要比人类敏感很多。又走了一会儿，他发现在这腹地之中竟有非常多的药材，就连还魂草都是成片生长。文熙喜不自胜，将所见的珍贵药材全部收入空间。可算是都采完了，今天收获太多了。将人参、灵芝、还魂草都收好，见前面还有一个小水塘，便径直走过去，准备洗洗手。雪乔，你瞧瞧你，玩的身上都是泥巴，我带你去洗一洗。一人一狼在水池旁玩得不亦乐乎。这时一阵微风吹过，一股淡淡的香味传来。这是什么味道？文熙专注地闻了一下，好像是从对面传来的。又一阵风吹来，香味更加的浓郁，淡淡的莲花味还夹杂着药香，但是他并没有看到莲花呀。就在这时，在水池的中央突然出现了一个漩涡，随着漩涡越来越大，香味也越来越浓郁，似是想要将整个腹地填满。药莲降生，香味可传千里，活死人，瘦白骨，难道说竟是古书中记载的药莲？文熙顾不上其他，将3只雪狼王收入空间后，就一下子扎到水中。所幸他水性极好，快速地向水池中间游去。只见不远处，3株莲花静静地伫立在水中，莲花的花茎正在肉眼可见地向上生长。糟了，如果让这3株莲花在此处盛开，它就没办法移植到空间去了。药莲有一个特性，便是盛开以后就不再繁衍新的植株，也就是说这里只会有这3株药莲。
在盛开期内被采走了，便会渐渐的枯萎，等到数十年后才会再次破土而出。但是空间的环境不一样，若在空间里生长，或许可以不断的繁殖，